中国大陆渔船直接出现在新竹的近海，就只有6海里。这就是灰色地带作战，你知道？他如果来捕鱼，他干嘛要挂国旗？这个地方是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以前是固有重兵在这里。那这次他跑到这边来，挑衅意味十足啊！海巡如果连海上这种风浪都不能出去的话，我们要你海巡干什么？他们说中共在对我们灰色作战，对，但他也在对台湾老百姓进行认知上的灰色作战。这个地方叫刘武店，这条航道就叫刘武店航道。这个水道在当时不管是经济、军事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航道。那他为了避免金厦两边的军事冲突，他就故意绕道走。但他现在直接从这边开过来，在这边疏浚。金门海巡署第12巡防队简报里面写，是依据金门防卫需求来划制的，并没有在这边设立自己的领海基线。第二个，大陆在1996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厦门地区划定了它领海基线，所以金门算是人家的水域。现在我们国防力量有没有能力去支持台独政策，这是赖清德认真思考的问题。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的专家讲堂哦。今天来聊一个有趣的议题啊，最近啊，灰色作战或灰色地带这个名词啊，在立法院被讨论的非常的多啊。也就是说呢，用非正式作战的方式呢，由大陆或中国呢对台湾来进行所谓的统一的工作，那它可能呢在很多方面呈现，而具体的呈现呢，当然就是最近还无得解的金门帆船事件哦。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共在金门的所谓禁限制海域附近呢，做了很多的事情，甚至发生了中国大陆的渔船直接到了新竹的外埔渔港的外海哦，那已经不是外海了，是近海6海里之处。民进党没有办法反映这件事情，可是却又呢在汉光演习里面呢加入了所谓灰色地带作战的这样的应处。所以到底什么是灰色作战？它是一个大内宣的名词吗？还是现在呢中共真的在做一种非作战的作战呢？那这个会影响到现在被认为说是不是还存在的台海中线，还有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甚至整个中美博弈的布局，或整个东海或者整个西太平洋的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形势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灰色作战这个名词啊，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还有未来台海会怎么发展哦。那关于这个军事的议题啊，我们今天来请一位新到我们这个专家讲坛来跟大家开讲的，我们来欢迎李正杰将军。将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很开心哦，我们的将军第一次到我们的互来座谈的现场是很开心。可是听到最近这些兵凶战危，其实我很忧心的。哎呀，真的哦，这个是金门撞船事件哦，目前就卡在这里。这个船还在台湾，在金门的地检署，然后2位遇难者呢也还在台湾的殡仪馆里面，然后等待就进一步的检验，到底是要不要进行所谓的法医的解剖等等的。可是完全现在就像冻结一样。那目前政府也不太敢提啊。那这是当时家属来招魂啊，这个做相关的法会的一个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有警员啊在上面做勘察等等的这些状况哦。那当然这里面冲击最大的自然是金门啊。我们知道最近金门我们之前几期的专家讲坛也都聊到说船都已经直接开进来了现在有一个新的航道说正在开挖我一开始看到郭正亮哥讲的结果仔细一看啊，原来是将军讲。那今天将军在现场帮我们开剖一下什么叫做刘武店航道。那为什么海军跟海巡要紧张了呢？我特别要说明这次的事情有一句俗话叫做黑狗偷吃，白狗遭殃。这个海巡署闯了祸，现在变国防部长睡不着觉。刚才讲到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讲我觉得海委会管碧玲在第一个时间处理得非常恶劣。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对，国台办这个朱凤莲，他在第一时间，我觉得他提出来要求其实不难的。我们台湾如果按照他那个要求，很快只是一个渔事纠纷。我后来去仔细研究朱凤莲所提的对台湾提的要求，第一个，他说要查明事实真相；第二个，要妥善处理这些罹难者的善后嘛，然后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注意海上渔民的作业、人身安全。我觉得他讲的要求都很合理，是一开始我觉得我们海委会是有一点心虚，还是刻意要炒作这件事情，要制造两岸的这种仇恨值增加，然后就借着这个马上把它提升到主权治权，这你们不能来，你们必须要调查，我们地检署在侦查之中，然后很多事情卡到人家。我觉得等你拉到那种层次之后，现在可见两岸之间已经第一个就民众来讲的话，敌意已经上升到某一种程度了。第二个，你现在逼着说这个中共
高层当局啊，他也没有回转的空间了，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动作，不然的话，大陆他们这些民众来讲，他心里头会不平啊。对，甚至于他们骂自己的国台办叫什么叫柜台办呢？所以那时候国台办的处置其实是让民众非常非常的不是能够心平气和来看这些事情。那我讲一下刚刚那个航道事情，金门这件事情哈，我们现在画的这些红色线跟蓝色线，我们自己台湾称它为禁限制水域，在金门海巡署第12巡防队。他们自己简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明明白白写的，说这个线的画制是依据金门防卫需求来画制的，所以并没有什么这个是领海啊，我们并没有在那边设立我们自己的领海基线，所以在法上面来讲，它只是一个军事上作战的防卫需求设立。那这个距离多远呢？大概有些地方这边可能是只有1-2千公尺，那这个地方可能最远的地方。就廖罗湾这边大概只有6000公尺，6000公尺跟这个最远1000公里、1000公尺什么概念呢？就是双方不要在轻兵器的射程之内，避免产生误击，对不对？如果说产生误击来讲的话，会造成尔后在这个金门海域的一个和平上的一个困扰。所以双方来讲，从这个金门解除战地政务之后，大概大家都心里头默契遵守这个禁限线。这个是金门海军署自己的简报，我不晓得管碧玲有没有到这个地方听过这个简报。第二个，海军署的简报还特别讲到一件事情，说大陆在1996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金门地区啊，他们厦门地区划定了它领海基线，也就是向外推12海里是它的领海，24海里它是边海基线。如果说按照中共他们这边的这种领海基线的说法，金门算是人家的水域，是，所以他们来讲的话，他为了说避免摩枪冲突，你看哈，他进入厦门港，厦门港在上面，他的船只就从这边走。这样绕过来走，这个是2胆岛，这个是大胆岛，是3胆，3胆，对，这猛虎，然后小金门，所以它一路台湾的这个岛链是一路就延伸到这里，然后青屿之后就属于大陆的管辖，所以它得从青屿旁边绕过去，那很远呢。对。那以往来讲哈，从明清的时候，从厦门出海，它是从这边大胆岛这个航线这样穿过来，这个地方叫刘武店，对，它这条航道就叫刘武店航道，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因为厦门海域、金厦海域是有很多的礁石跟浅滩？对你从这边地形你就看看，大胆、2胆，其实这边还有3胆、4胆、5胆，然后再青屿，可见这边露出来是变成一个礁石嘛，没有露出来底下是浅滩嘛，哈，所以他来讲，他走这个地方来讲，他就要必须很小心。那我讲这个不是乱讲，你看大胆岛如果去的上面。我印象中最清楚有2块石碑，第一块石碑上面写个回头是岸，为什么回头是岸呢？他这回头是岸的方向是给那个方向看的，给厦门看的，因为厦门很多移民到南洋地区移民，他说离开的时候，就是说你坐船经过大胆岛的时候，你看一下回头是岸，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回去，还是要移民到南洋啊？在那个时代，你移民出去，可能这会不会一辈子都回不来了？我们不晓得，对不对哈？另外还有一块石碑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他们水师提督提的闽南宝藏。所以可见的大胆岛这个水道，刘武店水道，在当时不管是经济上面或者是这个军事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航道。那他为了说避免金厦两边的军事冲突，他就故意绕道这样走。但他现在他不让你，他直接从这边开过来，在这边疏浚了。而且本来还以为是传言的啊，现在发现证实他连那个疏浚的船编号都已经有了。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疏浚？因为当我们疏浚很明显就知道是挖深嘛。对，因为厦门跟金门这地方潮差很大。那如果潮差很大，他大船要进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涨潮的时候才能够进去。他现在挖深以后就变成他就不受这个潮差的影响，他随时随地要进去就进去，要出来就出来，当然有助于他厦门港的这个通商航运。或甚至于说，将来如果他军舰要进出的话，就不会限制于这个时间的进出。是，所以他现在来讲，等于这条航道就等于像 M5武洞山航线一样。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我讲管碧玲很糟糕？你知道，他一开始就提升到主权，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执法宪案，一直强调执法，这本来就没有法嘛。你跟对岸你没有签任何法，你们说这是我的法，那你是不是要对岸要承认你的主权跟你的治权呢？那对岸来讲，他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后续来讲的话，当你拉到这种主权治权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晓得民进党现在抱什么心态，是纯粹就是我就是拉到这种
城市，帮赖清德铺路，制造两岸之间的仇恨值增加，有利于将来赖清德继续往台独的方向来靠拢，还是说这个他原来一开始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然后他又不知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海巡署自己简报写的，所以其实这是很严重。因为我自己观察这个问题是，这里明显小于5海里啊。哎，对。所以如果说他强行通过这里，那我们不做拦截吗？那我们做拦截是不是就冲突了？我跟各位讲哈，以前只要经过这边哈，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是一律集成呢。是。那现在来讲的话，当然说两岸之间已经和平很好的一种相处啊，这个地方是两岸，我们都是老百姓嘛。对。这个不要再制造这种遗憾或者是伤害的事情。那曾经有一次，这个地方叫思屿。对。有一次，一些渔民，大陆的渔民，他就不晓得跑到思屿来了，还上岸了，他来捕鱼，就风浪一飘，他就飘到思屿的岛上。但是我们那个受到的命令就是一律集成，那何况你上岸，对，就全部把人家打死。哇！所以这个是历史上面的悲剧，我们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军人最反战，不要在这个地方惹是生非，到时候受到伤害都是无辜的老百姓啊。是哦，讲一个很确实的问题是，这个流武店航道如果这样开通，未来他们是真的会把船开进来，还是说他们其实就要这样做？目前就是往这个方向去。100%，厦门是一个国际的天然的一个港口，它自古就是非常好的港口啊。到现在还是唐宋元明清在厦门、泉州这一带都是非常好的湾澳。而且你看啊，不管从欧洲到亚洲，或亚洲之后到中东或到欧洲去，他们很多货物的转运港口以前是在高雄港，那现在来讲都走厦门啊，都就是走这条青屿这条航线过去。所以说，如果说它这条航线你现在来讲，他就名正言顺给你开挖了，那可以容纳更大的船。我看他们公告通告上面写的要挖多深啊，就是如果说你提供给他这次的机会，他挖深的话，再大的货轮、集装箱船或者是军舰，它可以不受潮差的限制，它就可以自由通行。那我当然走这条。所以如果照现在这样的话，可是我们的海巡目前就不应处了。怎么应处呢？对不对？所以赶不走。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等于说你去捅这个马蜂窝。你不但丢了面子，还丢了里子，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这个我只能说管委会这种处置哦，真的是你不能把澎湖或台湾的那种12海里领海线啊套到金门这种地方去，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双方的一种默契之中，大家和平相处，然后靠着两岸金厦两边的民众的那种他们亲情啊，然后维持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那你去把它打破，你不是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那你打破，你又没办法善后。你看台湾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昨天说金门的事件，或者是前2天台东花莲外海，他渔船给你过来，你现在又能奈何？你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那确实哦，这个航道的问题哦，那比航道问题更夸张的是这一则新闻哦，这个是5星级渔船，简白来讲，中国大陆渔船直接出现在新竹的外海。开头的时候我说是近海，已经不是外海了。为什么？因为只有6海里，已经远比外海还要再近哦，非常靠近哦。这个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旗子嘛，有没有放了大一点哦，很清楚哦。渔民是哀嚎鱼被抓光了，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啊？那根据新竹区渔会董总干事说的，他说他们都是铁壳船来这边拖网，而且他们的机械也比较大，你要跟他硬碰硬的话，当然是我们会输啊。也就是台湾渔民是拿这些船没有办法，这个是铁壳船硬的啊。这件事情呢很奇怪，我们政府异常低调，海委会这次突然完全不说话了。记者呢去采访了这个海巡署啊，就后来是中部分署啊，也就是管区的分署出来发言了哈。那中部分署是说了，我们是严格依法执行啊。他说啊，查证的时候结果是3月6号的下午14点40分，海巡署第4巡防区接获新竹籍渔船118报案称，苗栗的外埔西北方6海里处发现3艘越界陆籍渔船哦，请本署协处哦。那第4防区获报之后呢，即通报所辖区的第3海巡队派遣 PP 1洞355艇哦前往查处。那同时报遣呢舰队分署派大舰前往处理哦。那当时呢，因为大型舰啊在整体任务调度上派不出来，所以最后还是由这个 PP
幺洞洞355艇啊到出港啊前往处理哦，但是因为海象恶劣哦，风力7至8级啊，阵风10级，浪高3至4米啊，有航安的顾虑，所以就返航了。最后呢，就只好以雷达监控这3艘陆基渔船哦，一直让他们作业到3月7号的凌晨离开了中部海域哦。那已经妥善说明了解啊，向这个渔民报告了。那守护海域秩序能量海巡为要务，本署责无旁贷，未来将继续呢加强防范及提升执法能力。简直鬼扯淡，你就没有执法嘛？就是在骗人嘛。第一个，他如果来捕鱼，他干嘛要挂国旗？哦，对不对？这就是灰色地带作战，你知道？灰色地带作战不是只有海军海巡，而是用渔艇。我之前曾经讲过，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反而它渔政船。这就是很可能就是他所谓的渔政船。这种渔政船你不能把它定位成海警或武警，不是，他就是老百姓。可是他在执行他们自己党给他的一些的任务，所以叫渔政船。那你看看他挂了国旗，这第一个。他如果来捕鱼的话，会不会挂国旗？我想他主要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就看着你的底线，我就到这边来看看你能奈我何。那第二个，你看看这个海浪有没有3到5级那么大？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跟你讲，海浪怎么看呢？见白3级浪，你只要看到海上有白点的话，就是3级浪。所以这根本就没有白点。可是海巡署说4到5级啊，没有，这连3级都没有。我们大胆那边经常在海上跑来跑去嘛，这不是3级浪了，连3级都没有。这连3级都没有，这2级多而已。对，这个你不要说那个蛙人的那个2栖营的那个船都可以走，那你怎么海警艇100吨的不能走？金门那边对不对？10吨的你都去把人家撞翻了。对，那你现在去讲说100吨的你不敢来这边驱离，所以从这边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自己设立内任，你知道，就是说你没有那种本事，你要去闯这种祸，闯这祸你又没办法善后，你现在回过头来骗台湾老百姓。这个海巡如果说是连海上这种风浪都不能出去的话，我们要你海巡干什么？是因为这个图谱让我惊呆了，因为刚才将军一说专业的一鉴定就知道，因为我就很纳闷说，我看那影片，这个海象也没很恶劣啊。那如果我们100吨级连这海象都应对不了，那我们船是不是设计有问题？我当下我的疑惑是这个。那现在照将军讲，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可能没有想到外埔渔港在哪里啊？就在这里，各位，我帮你用 Google 点出来了，6海里大概就这里吧。对，6海很近哎，我5海里就是要集成的意思了。他现在直接开6海，他等于摆明在测试你的底线啊。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我跟你讲，这个地方是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哦，就直接连过去就是到莆田。对，到平潭这样子。这是最近的地方。哦，以往来讲，这边是距离最近。所以他挑这个地方有意涵的哦，故意的。那以前我们这地方是布有重兵在这里，我们装甲旅就在这里。哦，所以装甲旅会分布在桃竹苗地区，就是因为防登陆作战。所以我讲这个，从我们军事上面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地方是最近的地方。那以前来讲的话，笕桥英烈传814空军节，日本不是飞到笕桥去轰炸吗？对，就是从新竹起飞的。那我们来讲，以前登空最快的飞机，为什么幻象纯空优的要部署在新竹机场？因为它可以最快起来应处拦截，它纯粹就是拦截。像这个美国给我们的 F-16啊，或我们 IDF 啊，还可以兼做对地攻击啊，或者对海，因为我们没有反应时间，所以这个地方最窄的状况之下，我必须要部署我飞得最快，可以爬升最高，然后飞的速度最快，我才有机会去拦截这个敌人飞机。那这次他跑到这边来，我们学军事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很敏感的。他什么地方不去绕，他跑到你南寮啊、新竹啊这一线的渔港来讲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敏感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挑衅意味十足了啊。第二个，我跟你说好吧。真的是这样，我们还有1000吨、2000吨的，前2天蔡英文才上传的4000吨的，你就开过去嘛？你为什么不开过去？他说现在太忙了，没空。太忙，真的是太忙。那你看前2天花莲发现解放军的海警艇经过在花莲外海，结果我们派军舰去拦截羚羊号，那海巡的南投舰，那第2天才匆匆忙忙赶过去。对，由这边我们就会看出来，海巡在东部地区根本就没有编配任何大型的舰艇。那从这个苗栗跟前2天的花莲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我讲这些话不是说老师在这个唱衰自己，而是说我们要让民众知道说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实力，真相是什么，真相有多少实力。那你要决定什么样的政策，那你政府提出一个合理可行的政策，我们就会支持你。对不对？谁都希望维护我们自己民主繁荣的生活，可是，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你不要你管不你去闯祸，
闯了祸以后让邱国正睡不着觉，让我们这些每天就提心吊胆。将军一讲，我们是汗毛直竖啊。对啊，因为这个真的是专业的一讲就点破问题在哪里。那很简单，就是他们说现在中共在对我们灰色作战，对，但他也在对台湾老百姓进行灰色作战，认知上的灰色作战啊。对，没错，你讲得很好。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认知哈。对。灰色作战定义上面就是讲说，军队跟军队正式的宣战开战以前的次一级的军事行动。其实灰色作战它包括的范围很广。第一个细分来讲，它必须要有谋略，它目标要达到什么呢？达到就是你讲的认知，我们认知如果讲起来就是造成你民众心里的恐慌。所以对岸是用事实来创造你的认知，而我们是用掩盖事实来创造认知。对，所以说你这种东西就是灰色地带作战。那它用的工具有很多了。其实这空中来讲的话，它那个空标气球也可以算灰色作战。还有这个攻击老台啊，攻击到无人机啊这些东西，可大可小。那海面上面来讲的话，它用海巡舰，对不对？海警船。或者是说，他甚至用这种渔船，那从空中到海域，甚至于到这个通讯、联络、认知作战，这些都属于不管软性或者实体方面的，都算是灰色作战的范畴里面。但是你要知道，我自己的觉得，从厦门事件刚开始，你等于做了一个球，让它很好来发挥。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自己台湾政府又处理的零零啷啷的，这反而会制造人家当笑话看。你知道，事情发生到现在，报章媒体有报道过的几件事情。对不对？这个管碧玲说，他被当作妖魔化，他贴了几个赖的截图，对不对？好，你会不会觉得那是？然后甚至说对方那2个不是渔民，是人家王牌海军潜水员伪装的。然后之后我们再看到，王定宇讲的那些话，什么中共要求我们把这个海巡署的人员送到送到对岸去接受审判，我觉得这些都是无中生有事，对，只有造成我们自己政府处理的更加困难，因为提升两岸的敌意螺旋更提升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政府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利的。那现在来讲之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是不停的隐瞒，不停的说谎，对，所以先是说人家这个讲的这地方乡音太重，我们听不懂，没办法做笔录，然后又拿了雷达轨迹图出来是用手画的，不是真正雷达轨迹图，到最后还说哎我们有影像。只是说那个影像现在交给地检署，一推给地检署什么都不讲，都快打仗了，你还在那里推给地检署？是，所以真的一直不断的在讲谎话。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100吨级的大小，那这个同级这个 PP 1洞86，这个是跟刚才我们讲那个1洞3同级的，这个船没办法应处刚才那种风浪，那这个船来干嘛？独木舟啊？那所以又在说谎。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不敢去面对那真相嘛。是，那等于说有点像鸵鸟，你知道吗？我假装没有看到。可是要骗也骗得真一点嘛，这个船真的没办法一处吗？这不可思议。这个怎么讲？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政府也很无奈了。他现在也不敢跟对方这个把事件扩大，那他又要安抚骗台湾的老百姓说我们还是很强大的。那只是因为风浪大，所以我们过不去。我想没有人会相信你这个鬼话吧？对啊，对不对？你说这个船会那种风浪，我们自己看那个现实的相片，你说那个连3级浪都还没有，那这不就童话故事里面的国王的新衣了吗？就是这个管碧玲闯祸哈，这渔民遭殃。之前我就预测过外埔。对啊，现在果然发生在外埔，那紧接下会不会澎湖了？所以下一波可能就是澎湖啊。对，那东沙嘞？东沙我们就是我讲的是渔民啦，东沙我觉得要动的话，可能会先动东沙。所以如果大陆真的要动，它可以实控你东沙，很简单，很简单。但是东沙拿下，因为只有海巡，所以说台湾人民的仇恨值不会太高，可是又达到恫吓的手段，又不会制造仇恨值，然后有利于他将来如果说真的统一台湾以后他的统治。所以我一直认为东沙是他一个海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要点。那我们台湾，我也提醒我们政府要特别在这方面加强注意。不要大家把重心放在金门、金厦的时候，忘了东沙，这个才是我觉得如果说我纯粹以军事眼光来看呢，我觉得东沙比澎湖还重要，更具有象征意义啊，而且可以完整南海的整个。对，他现在格局，他不是看在你武统台湾而已，他是看整个全球的，就是维护他海权嘛。他海权我们很明显看出来，他就是一定要从这个他东海，对吧？渤海、黄海、东海，然后一路下来到南海，然后最后经过马六甲海峡，然后进入阿拉伯海。
所以我们经常讲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所以他目标已经放在第4岛链，第4岛链就是印度。是哦，所以看起来老共在这一局博弈是玩的哦，是有很大的一盘棋。而且他我特别要提醒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是事后诸葛啦，我回头来看，你说灰色地带作战他早就在我们到现在才如梦初醒哦，原来人家在灰色地带作战。对，为什么？你看他发展那些海警船都是10年左右，海军服役10年，他就把它改成海警。海警数量发展到这么庞大，已经变世界最大了，比日本都还要大。是。那我们现在突然发现说，原来你发展海警船，就是维护你海权最好的一种灰色力量。作战的力量，只要我不直接硬冲突，所有都可以作为灰色作战。那我在灰色作战下，你反而拿我没办法，因为你美国拳头最大，你打正式的作战很难跟你，而且2个核子国家又很难直接碰头。对。那我不如来跟你玩灰色作战，而且我是近海，对，你是远在天边。对。所以你看，他对菲律宾也是这样，都是用海警啊，他不用海军啊。马可斯一直希望挑动这个老共用军舰或军机去跟他们对干一次，你知道。这样的话，他等于牺牲打美国就依据美菲协防条约就有理由介入。对，所以我觉得说，我必须要讲这个他们是有这个习近平来讲还是有很远大的眼光。你看他现在就在灰色地带作战，我讲了，为了维护他海权，他第一个发展力量就是海警。为什么把那么多的军舰改成海警船？这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海权的争夺上面，他不要引起国际上的战争，因为跟中美2国都是核子大国，核子大国很难说是互相，产生实际上的军事的一个对抗。可是我灰色地带我就可以赢你。你知道他海警船到哪里去了？你就讲说9万吨啊，不9000吨啊，1万吨，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当然，他到国际换日线去了，到珍珠港去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去，你美国拿他没办法。他说我在护渔啊，对我维护我渔民，这个维护他们海上捕鱼有没有作业，有没有违反规定啊？或者万一渔民在海上遇到海难啊，我可以救助他干嘛？他种种理由，你美国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不是军事。那你怎么知道他过去那边不是在看一下海底潜舰可以走的路，是顺便探看一下？所以我觉得说，你不得不佩服他们。我们不要这个认为说好像船坚炮利，飞机飞得快，然后军舰飞得远。真正厉害的是这种海警船，才是真正保护自己国家海上航道安全的一股力量。所以他积极在发展他的这种海警的这种武装力量是最大。而且我们要看到其实在2大的时候前2天嘛，是习近平特别讲这段话。要加强对海上军事斗争的力量。他特别对海警跟他们海军讲这个话。所以其实这个是有一部分是他的长久的策略，对，战略观。对。另外一部分也是对于近来就是两岸在金门撞船事件之后的一个反应啊。对，等于说。给了一个借口嘛，这已经不是守株待兔，这是兔来撞猪啊！对了，但是他们发展海权，你看从董军当国防部长就知道，我们就可以嗅出那种味道了就是美国也现在也一直在那边，印度甚至还说他要盖6艘航母，对不对？美国也是非常的这种提心吊胆，然后他用董军当国防部长。任何一个国家到最后都强大以后都会发展海权。只要能出海的话。你看历史上面，你是德国啊，从谁开始呢？海权要从西班牙无敌舰队，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法，然后他们都到海外去掠夺资源，开辟殖民地。不过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我相信将军很有兴趣。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在不断壮大海权的时候呢，可是就会像德国一样啊，最后就翻船了嘛。就德国就发展的很快啊，你的军舰很多啊，你的游艇很厉害，可是最后你发展上你就是个陆权国家嘛。所以中国是陆权，海权就是没有用。我特别要讲如果说是因为我是研究地略的其实中国是适合海权跟陆权同时发展的国家。其实对，我不是帮中国讲话，美国其实发展海权没有中国来的有利为什么？因为美国它同时面临2大洋，对不对？太平洋跟大西洋。也就是说，我同一笔国防预算里面，我只能分一半在一边，就是要不然就是太平洋，要不然就是大西洋。就是我建军的费用，我只能有1/2用在其中一面。所以这是优势也是劣势。那中国来讲，它的海权优势是它只有一面面向海。以前认为说它同时地跨2洋是优势，对，但以现在来说反而变它劣势了。没有，
防御来讲算优势哦，防御来，但是你要扩展攻势海权来讲的话，你要投资的经费是中国的1倍。OK，但我们用这简单概念，那中国来讲，它可以面对的陆权那边，面中亚那边，是，所以你看到它像中亚那边也一直在扩展它的这种影响力，对中亚哈萨克啊，或中亚这个中吉乌铁路啊，已经开始要向那边发展。那这次俄乌战争又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跟俄罗斯背靠背，两边来讲的话，对陆权，我们历史上面应该知道嘛，从左宗棠要收复新疆。对不对？开始就是有这种像陆权那边发展。其实纵观中国历史哦，这个除了清代之外，基本上中国的海上力量都是蛮强大的。对，明朝算阉割一半啊。对对。那可是呢，你看中国最鼎盛的这个唐甚至隋朝就在发展海上的力量。那唐朝更别说，唐朝在当时就是海上霸主了嘛。然后呢，宋代也是海上非常强大的。然后到元朝，那元朝甚至想要去打日本。哎，对啊。那到了明朝，一度这个郑和下西洋是中国的这个海权的巅峰嘛。那可是中间一段海禁到了隆庆开海，所以其实细数中国历史，中国强大之后就想发展海权。那除了清朝，因为是外族进入，那因为女真人对海是很陌生的，所以他对海比较有限制。否则的话，基本上在海权方面都非常有兴趣哦。不过话说回来啊，同时我们回来看我们台湾的陈风领导，大家这样子每个笑嘻嘻的哈，除了看起来心事重重的赖清德之外，那志得意满的管碧玲，然后呢看起来一副摊手我要退休的蔡英文，那他们来干嘛呢？他们来交舰啊！云林舰呢，最近啊这个下水啊，然后还有台北舰的命名点。这个云林舰跟台北舰是什么？上一次我们请郑基文总编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4000吨级的最大吨级的这个海巡舰哦。那这个就是4000吨，这是云林舰。好，那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嘉义舰，它又叫嘉义舰级啊，因为它是第1艘嘛。好，首舰是嘉义舰。那目前已经有3艘啊下水，那第4艘正在开建，也就是台北舰正在下水哦。那这边呢看起来是。当然这个配置很完整啊，比如说手术室啊，还有这些东西，之前我们也介绍过。那这个蔡英文说，他从18年他开始用海委会来发展，所以筹建海巡舰艇发展计划，从2027年到10年间要增加总吨位数33000吨的新式海巡艇啊，总共要达到141艘啊。那当然哦，目前都是有所谓的国建国造嘛，对，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庆富公司，大家知道嘛？好，但是这个庆富公司因为弊案的关系已经挂了啊。那这是国建国造的成果，可是我就想到说，哎，不对啊，这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啊。那你真要跟对方拼吨位数吗？你3.3万吨，人家一艘就1.2万吨，他2艘2.4万吨，你花10年建3.3万吨，你真要在海上跟他硬拼实力，怎么拼？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大海，结果蔡英文现在跟我们聊钢杯。对，就民进党政府现在的逻辑是这样。我特别要讲，其实我们依照我们自己台湾来讲啊，当我们需要4000吨这么大的船了，是因为海上风浪如果说到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你不管是执行护渔或者是海上救难，因为海上救难也是海巡署的工作嘛。你如果船的吨位数不够大，风浪大的话，你就过不去，你也救不了人，对不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有真的也，毕竟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那你还是需要这种吨位数够大，能够顶得住这个东北季风这种风浪的船只，甚至于在台风的时候还是要做这些工作，这东西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跟中国来讲，你不能在这方面做竞争啦，这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自我需求跟对外竞争，这是两码子事。对，我非常同意刚才将军说的，自我需求我们一定要盖大船。对，其实我觉得4000吨级以台湾一个海岛型的这样的国家来说，甚至要更大，对，更多。对，比如说日本6500吨，对，那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参考。可是如果你自我需求跟拿来应对抗，那完全两码子事。你把两岸视成两国来做敌对的话，我跟你讲，那绝对竞争不完的。我这样子说明，可能大家会比较能够理解。是，就是说我们老共他们是什么？就是说我原来是装甲车的军用装甲车，我把它喷上白色的漆，变成警车了。我们台湾是依据我要去抓小偷、抓这个强盗，我们自己去设计我们自己要用的警车。那你你不能在一起比较，你知道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做这个船，这个9哈，就代表9000吨以上。对，他第一个5是他，然后第5是第一艘，一是59是9000吨以上，就是12000吨以上的第一艘。那他们的这种需要护渔或者是需要执行海权的，也比我们远。
它目标不是放在我们台湾海峡了，它目标可能是放在印度洋啊，或甚至于这个红海那边，它目光是放在那边，甚至于太平洋珍珠港以东的那个海域，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全世界布局的一个海权国家，所以它需要这么大的船。那我们台湾来讲，你要这个我们讲，你建这些船只，第一个你要考虑到就是说，我们的威胁是什么？对，我们自己有多少的预算？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对不对？哈，你有没有可不可以招募到那么多的这种艇员或干嘛？你不是说我船做很多做很大就好，你没有人会开有什么用？结论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不能拿海巡船去当做武器来对付人家海警船。这个是很错误的概念。我们海巡船是维护我们海上渔民的权益，然后驱逐非法入境的这种不法的船只啊，或者是说执行海上救难救援等等这些任务为主，依据这个来设计我们自己需要的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执行的区域有到多远，对我们自己的能力预算有多少钱。那不是说我偏偏去做大，那你要用战车改的，你要去做一条船，这个去跟他对抗，那你用海军去跟他对抗就好了。你光船撞船，你的船搞不好都还不是钢铁船，因为它还是军规铁船。它还有2艘海警船是用破冰船改装的，是，它的目标是在日本上。是对不对？如果说日本跟他碰撞，日本做6000吨，他就做12000吨，日本用什么船？他又用破冰船准备来跟他这个我见奉命撞你剑。就是摆明这种态势嘛，但是我们台湾，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不要拿这个我们自己这种实力，要跟人家做这种船去对抗，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一种观念跟想法。那主要是海巡来讲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巡逻我们海岸哦，不要有违法入侵啊，不要有走私，不要有这个偷渡啊，不要有渔民有难的话，我们自己可以救难，大概执行这些任务。能够达到这种任务就可以满足了，那不要去笑想说是要跟他们这种船来做海上的一个互撞的一个对抗，我觉得那个是不务实际了。是啊，那当然我们讲了那么多灰色作战，我们最后来讲一下汉光的问题啊。汉光演习呢延长到8天7夜啊，那国防部长邱国正直接验证。就是灰色地带应处，简单来讲是应对灰色作战啊。或邱国正讲到，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这是不争的事实哦。这个从装备武器就看得出来，但强化我们当然要再来强化。那现在的两岸就是非常的严峻，甚至在东部出没非常不乐见啊。对军方来讲啊，已经濒临这个状况没有改变，两岸的状况就是很严峻，每天提心吊胆，应对灰色地带的袭扰。那他说，国军现在已经修改了第1级规定哦，只要呢航空海航实体遇界啊，就会进行反制哦。但很多人就说，那所以是进入12海里你就要把它打下来吗？结果副部长跳出来说，不，这博鸿辉啊，副部长就说 no 啊，不是等于说就是要画上等号。但是呢，如果全世界都一样了哈，进入领空领海就是要做处置啊，好，这是原则问题啊。这个立委就问说，那如果共建走错航路啊，要怎么办啊？哈，那就是反正就看情况处置啊。好，他讲了半天，好像也等于没讲，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充分的讯息，就是我们嘴巴上跟规定上确实开始放宽了，可是不要说什么处置啊，就根本连出海都不敢嘛。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新竹外海那3艘中国的这个可能是渔政船吧，但是不管渔政的海警船，你直接说风浪太大我不出去了，搞不好根本风和日丽啊。所以现在这灰色作战反而是我们自己内缩。可是我看到民进党的立委就说灰色作战很严重，我们要对内要加强控管。我看邱部长我真的很佩服他。他讲这一套讲完以后，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最关键的话，大家新闻都没有报道。他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我负责。那这代表什么？就你们安心打对不对？出的是我负责。对，那是不是就授予跟下条没关系？你就如果说真的是我下这个命令规定，如果他违反这个规定越界来，你就开枪打，我负责。对啊，挖泥船进来打，对，渔船进来打。这邱国正讲这句话，你要注意到他最后讲的那句话就是责任我负。就不像管碧玲，你知道，因为出事以后他躲在后面不讲话，然后只跟下面讲说，我们这个依法来讲的话，你过失致死送法办。那邱国正讲说，我负责。那我负责前面一句是什么？就你安心打。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修正不就是等于是陈峰给了压力，就说不能。我跟你讲他后来又修正又干什么？就是邱国正他是军人，他大概看到就像我一样。
看到这个对岸敌强我弱啊，或者是说他已经，我们经常讲说共机绕台到第一线，所以那个不是他到这个位置哈，海峡中线哈。他不需要敌机凌空才跟攻击你，他在海峡中线就可以发射导弹呢。是，那海峡中线像什么？你知道？我们台湾就是靶子，各位当过兵的朋友都知道。攻击发起线，这是靶子，还不是攻击发起线，攻击发起线是这边哦，这边是靶台哦，靶台啊，就射击位置哦。你知道我们哈兵哥打靶不是左线预备、右线预备、全线预备，开保险开始射击，这是靶台哦，这是目标区哦。那你想想看危不危险？超危险的。但你不要以为说，哎，那一定要放飞机敌机临近到我们台湾上空才发空袭警报，才会对我造成伤害。不是哦，一般最简单的导弹都有80公里的射程。它现在连火箭弹都有些都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了。对啊，所以说你这时候，那就邱国正来讲，他以国防部长的立场来讲的话，你已经就射击位置，而且现在来讲，搞不好已经开保险，装满子弹，对不对？那我今天要不要跟我的部下讲说？你也进入阵地，如果说他有什么，你就开始第一击，但我负责。所以从他讲这句话，我觉得也让我睡不着觉。我听部长讲说，哎，我负责，我真的是睡不着觉。就比方说，他已经跟下级讲说，没关系，你打出了事情，或者是上级责怪啊，或干什么，跟媒体舆论或者什么惹起不必要更大的火来了啊，我当国防部长，我替你负责。我觉得邱国正讲的含义是这句啊，你要看他最后讲的那句话，我觉得在重点所在啊。那你看看这些人，对不对？这府院高层马上收回去，哎，没有，啊，邱部长只是，所以副部长赶快出来熄火灭火，赶快交代。熄火灭火。但是你说，当敌人都已经就射击位置的时候，你需不需要？我就我一个国防部长的角色立场来办的话，要不要讲这种话？对，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没错哦。军事要服从政治，接受政治的指导。可是你知道，我要反过来讲一句话，政治要靠军事来支持哦。对，你没有那种军事实力，你就不能下这种政治上的决策。军政要配合，一个是指导，我指导你怎么这么，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支持我的政策也很重要。是，现在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国防力量有没有能力去支持台独政策？我觉得这是赖清德上任以后必须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了。是，我想啊，最后我们就用这个岛链做结论了哈，就是说军事实力能不能支持他的政策呢？美国现在正在从琉球往关岛在移动了哦，那台湾当然要填上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的防线，台湾有这个能力跟能量嘛？最近有一个新闻，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现在的新兵是要丢实体手榴弹的。对啊，我当年兵就没丢到实体手榴弹。可是你知道那个丢的过程是教官全程捏得紧紧的，一起跟他丢出去。对。然后很怕，所以还特别修了那个丢手榴弹的台子，看那个怎么那个只要出去不会被炸到。对，因为以前就是为什么要废除？因为就是有很多义务役的不会丢嘛，炸到自己啊，炸死炸伤的啊，所以现在这样。可是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再丢实体手榴弹，现在又恢复。讲白了就是美国要你台湾进就在那个战斗位置嘛，就到那个靶台上嘛。可是你真有这个实力吗？哈，我想这个就是大家最担忧的一个事情了哈。所以在这个重魂的世界浊世里面呢，台湾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真的要想清楚，要想明白，要应冲突吗？要应对抗吗？还是说争取更多和平的空间跟机会呢？发展自己的经济呢？哦，不是说不要军队，不是说不要海巡，而是什么事情都把它往最极端的去推。那你有多少的能量可以跟上？刚才将军那句话很发人省思嘛，对啊，这个所谓的政治必须要靠军事实力去支撑嘛。你常常只会讲前面那一句话嘛，对啊。那这个所以讲了半天呢，还是回归到哈这个到底台湾人要什么了哈。这我想这个是金门翻覆事件之后灰色作战这个概念现在整个凸显出来。可是我发现到最后灰色作战最严重的可能是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对我们台湾老百姓。好 ，Don't look up。好，千万别抬头啊！对，这是我最感慨的一件事哈。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后来座谈呢，我们今天关于灰色作战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聊到这里了。那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那最重要的事情是可以给我们加入会员，那我们有更多粮草，也欢迎大家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跟意见了。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线下的赞助、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或邮局，好，有更多粮草，我们做更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将军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好，那我们期待下一期相见喽，拜拜。